韩哥，韩哥，韩哥！兄弟，韩哥，韩哥，韩哥！急げ！あの少佐を捕まえろ！急げ！早く！早くしろ！おい！参谋长，他醒了。说句话让我听听。怎么了？怕我不会说话了？能说话就好，知道吗？这2天可给他忙坏了。哎，你们2个上街去买点吃的给他。好嘞。饿了吧？还真有点。几天了？整整2天。团长和黑屋突击队他们都安全撤离了吗？放心吧，已经安全撤离了。来，喝点水。
慢着点儿，都是你的。这一趟咱们没白干吧？没白干，和你推断的是一样的。我们在你盗回的文件里找到了日军背后的战略意图。是什么？冈村宁次这个老东西，他的目标不是芷江，而是重庆。按照他的计划，日军全力进攻湘西，拿下芷江之后会横渡长江，进而直扑涪陵。随后另外2个师团同时启动，从贵州一线直扑成都，最终形成合围，拿下重庆。倒是挺完整的一个部署。情报都送出去了吗？放心吧，我已经递交给南方局了。对了，我临走的时候有一份绝密的文件，差点让我弄丢了，没遗漏吧？哼，还行，脑子还没摔坏。你知道吗？那是一份相当重要的文件。上面写的什么？冈村宁次这个老东西，为了配合正面战场，特意制定了一份非常规的作战计划，叫做“蝙蝠计划”。蝙蝠计划。蝙蝠计划的具体内容，就是派日军特工进入重庆，刺杀国民党高级军官，以制造混乱，动摇军心。有计划的详细资料吗？没有，我只知道这个特工的名字叫波田九雄，而且日军最近时间已经很紧了。我担心，这个叫波田九雄的人，应该已经在路上了。接一下小姐。是。不好意思。对不起啊，我来帮你。小姐，小姐，这位先生是？啊，我姓田，是你家小姐的朋友。啊，快帮小姐和田先生拿箱子，快来。小姐，请。郭先生。啊，好，来，爸爸看看。哎呦，洋鬼子的面包和黄油可不如中国的美食养人的啊，瘦了这么多。啊，爹，这位是田先生，我朋友。伯父您好。田先生好。咱先上车吧。啊。来，谢谢。要不咱们邀请田先生到家里去坐坐？感谢伯父的盛情邀请。今天你们父女2人久别重逢，我就不打扰了。改天再登门拜访吧。也好，改日再邀请田先生吧。那既然田先生公务繁忙，好吧。等我忙完这2天，我就来看你。真的？绝不食言。那我等你。好吧，那就不打扰田先生的公务了，改日咱们再聚。感谢伯父。走吧。先生请。
进来。首长，老娘，从东北回来段时间了吧3个月了。啊，辛苦你了。啊，是这样的，前天呢，南下支队的冉华同志截获了一份日本人的非常规作战计划，目的呢就是刺杀重庆的国民党军政要员。这个消息呢，我已经电告了国民党方面，让他们加强注意。不过，我们也不能空等啊。您的意思是？我想让你带领支校分队，在重庆的一些重点地区，对异常的无线电波进行监控，以防日本人有什么其他的后手。是。我调查到了一些关于波田九雄的情况。这个人是波田支队创始人波田重一的后人，从小生长在台湾。他不但继承了波田家骁勇善战的特点，更在德国受过训。回到日本之后，就加入了日本特工部门。有这个人照片吗？没有，他从小就接受特工训练，行踪诡秘。他的年龄、相貌全都是伪的。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就算在日军特工当中，他也是绝顶高手。事不宜迟，我得马上返回重庆。等等，等什么？你的伤还没好呢。伤不碍事儿，万一蝙蝠计划得逞了，后果不堪设想啊！真够倔的，跟你们团长一模一样。陈小希，到。我命令你跟王文元同志一起返回重庆。是。有这个必要吗？当然有必要。我是医护人员，必须对你的伤势负责。我这么做呀，也是为了让你尽快恢复，更好的投入战斗。好吧，我服从安排。宝贝女儿，来，欢迎你回来。谢谢爹，干杯！干杯！我都好久没吃家里做的菜了。快吃！味道怎么样？好吃。当然了，洋鬼子那黄油面包怎么能比得上咱泱泱大国几千年传承下来的美食呢？爹，您就别洋洋自得了。要真是泱泱大国，还至于让小日本欺负成这样？瞎说什么你？小鬼子得罪了美国人，弄得天怒人怨，我看呐，他们也蹦跶不了几天了。怪不得咱们中国总是被人欺负。我就奇怪，你们这些军政大员为什么总是把希望寄托在外人身上呢？那又能怎么样？国家积弱，满目疮痍，借力打力，也不失为一种办法嘛。梁启超先生曾经说过：“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就算小日本今天走了，那你们又怎么保证明天美国人、英国人不会再来欺负咱们呢？你们还真以为美国人是来帮咱们的？他们就没有其他目的？为今之计，也只能走一步算一步了。哎，你一个女孩子家的，怎么关心起这些事情来了？你这回回来呀，就别走了。等赶走了日本人，爹给你找个人家降夫教子，也算是了了你妈的一个心愿。凭什么呀，爹？我现在不想成家。不想成家？你当我看不出来呀？今天在码头上，你那个所谓的朋友是干什么的？那个就是普通朋友呗。普通朋友？真的？真的。我们就泛泛之交。泛泛之交，我看你跟他挺热乎的。其实，
我跟他就是码头刚刚认识的。是在码头刚刚认识的。华先生，部里来电话，有急事找你。好的，我马上就去。好。你们是刚刚认识？我来吧。谢谢。何先生，我是何东森。蝙蝠计划，好，我会提醒各部门加强警戒，同时安排相关的排场。好的。上次在码头上见到那个姓田的年轻人，你还记得吗？记得。查清他的身份。是。去吧。你这次任务完成得非常出色。南方局已经商讨决定，对你进行嘉奖。谢首长，这是我应尽的职责，嘉奖就算了吧。嘉奖是组织上决定的啊，你还讨价还价了？是。根据你们情报湘西战局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逆转。太好了，但是冈村宁次的蝙蝠计划呢？已经采取措施了。但是，虽然增加了安保措施，毕竟敌暗我明，出现任何差错都可能导致严重的后果。眼下当务之急是要找到那个刺客。这个刺客名叫波田久雄，是日本的高级特工。据我所知，波田家族久居台湾山地，一向行踪诡异，就连日军内部对他们的了解也只是凤毛麟角。直到波田支队出山，并为日军入侵屡立战功，这个神秘的家族才被关注。但是这个波田久雄，除了他的家族背景外，找不到任何其他的资料。所以在这种情况下，要想找到他，无异于大海捞针。您笑什么呀？说说你的对策吧。你小子要是没想好，是不会给我啰嗦那么多的。既然咱们没法拉网捕鱼，那咱就守株待兔。守株待兔，或者叫引蛇出洞也行。有道理。不过想要成功的引出这条蛇来，还需要国民党高层方面的配合呀。是，请首长批准我实施抓捕波田久雄的行动。好，我即刻向上级汇报，并为你对接好国民党方面的配合人员。谢首长。委员，要完成这个任务，困难恐怕比你想象的要多得多呀。你到时候可别给我发牢骚。请首长放心。好吧，你的伤口还没痊愈，抓紧时间好好休息，下边有你累的。我这伤真不碍事儿。哦，对了，南下支队护送你来的同志安顿好了吗？安顿好了。其实我觉得这次护送有点多余。原来是客，要好好招待他啊。是。第一次请你吃饭，条件有点简陋，多多包涵。来，吃菜。谢谢。要说谢谢的应该是我以茶代酒敬你。吃啊！啊，你也吃啊？之前来过重庆吗？没有。那明天我让办事处的小张陪你出去逛逛。好啊。不过，你得跟他交代一下，别太久了，我要定时给你换药。我
这伤真不碍事儿，都好了。那是你自己逞强，我病人怎么样我还不清楚吗？再说了，阮参谋长交代了，一定要等你的伤痊愈了，我再归队。那得等到猴年马月啊！你看，刚还说已经好了呢，自己都说漏了吧？得，是我说错了。沈小溪同志，你可千万别误解我有赶你走的意思。现在战局这么紧，就这么让你走，我还真不放心。我的意思是，你千万别拿我这点伤当回事儿。我如果不拿患者的伤当回事儿，我还是医生吗？来，现在，我以一个革命同志的身份恳请你，珍惜生命。谢谢。这是军事委员会所有大员近期的行程安排。这么晚了，有什么要紧事回来见我？程长官，下周要去湘西。是啊，湘西一役，事关抗战之成败，不得不重视。根据中共方面提供的情报，日军这次大举进攻湘西的背后，其实是另有所图，其目的是想与盘踞在武汉方面的军力联合进攻。进攻四川，威胁重庆。对此，委座指示，哪怕必要时将政府前往西康，也要誓与日寇血战到底。委座抗倭之心如此之坚决，卑职岂敢懈怠。正是。此次委座命我去湘西，其目的就是要提振士气。哪怕是慷慨赴死，也要挡住日军的进攻，为盟军争取时间和空间上的优势。抗战已经8年了，家国涂炭，这仗打的也该到时候了。只是什么？程长官，能不能推迟几天再去湘西？为什么？这是我刚刚接到的
从湘西前线发来的密电。蝙蝠计划，如果不出我所料，日军派的刺客已经到了重庆，现在是对日作战的关键时刻。程长官万一有一些闪失的话，后果可就不堪设想了。你是让我取消既定行程？是，请长官放心，我已经跟军统的孙处长都打好招呼了，让他们全力以赴的抓到杀手。万一抓不到怎么办？就让我当鼠头乌龟？这也是权宜之计。堂堂党国一个副参谋总长，在我党国大本营重庆，被一个小日本的杀手吓得龟缩不动，传出去让人笑话。更何况，你不觉得这样更会动摇军心吗？程长官，不要说了，行程不变，要死便死，我就不相信整个战局会为我程某一个人的命而改变。道山，我知道你是好意，但是党国的士气不能为了一个刺客而消失殆尽。你放心，我会增加警卫，严加防护。我对我自己的命啊，还珍重的很呐，不想那么早死。是。何先生，程长官不答应。通知孙处长，对程长官进行24小时的贴身护卫，无论他去哪儿，都要提前的清场和戒严。明白。有发现吗？最近倒是有一些可疑电波，但是我们秘密调查过，没有发现什么。那就好。不过你还要继续坚持下去。现在日本人呢，在垂死挣扎，不可小视他们。明白。另外，我们的主要任务还是这个蝙蝠计划。我希望你和王源同志能够密切配合，无论如何也要挖出这个波田九雄，粉碎日本人的阴谋。是。报告。赵进同志，好久不见。来进。处长，我已经按照您的吩咐，在程长官住所附近布置了咱们的人。很好。记住，8小时一班，1天3班，不能有丝毫的松懈。属下明白。另外，中共方面来电，希望咱们协助搜寻波田九雄，破坏蝙蝠计划。中共？回复他们，欢迎中共的配合协助，并对此高风亮节之举表示钦佩。明白，我马上去办。现在啊，是抗战局势由相持向反攻阶段扭转的关键时期，国共两党都应该同仇敌忾，不给日本人留下任何可乘之机。我已经和国民党方面打好招呼了，配合他们粉碎日军的颠覆计划。赵静，你马上带文渊去孙处长那儿商量一下具体计划。是。我希望你们两个能够和孙处长密切配合，尽快的挖出波田这个毒刺，确保抗战大局不会因此而受到波及。
明白，请首长放心。好。回来怎么也不说一声？我这不是也没想到你从东北回来了吗？一别2年，你还好吗？你看我像不好的样子吗？不像。你怎么样？我挺好的。这次行动你有什么打算？敌暗我明，除了全力防御，没有别的办法。真的只能这么被动？没有办法。波田来不及等待，相信用不了多久，他就会现身了。处长，中共方面的人到了，开请。好。赵小姐，久仰。孙处长好，这位是？这是我的同事王文渊。久仰久仰，来，请。吴先生已经和我打过招呼，对方的诚意实在令孙某人感动啊。只是不知对追查此事，王先生有何高见呢？照目前的情况看，只能是守株待兔了。哦，看来王先生跟孙某人想到一起去了。所以我们这次来，是希望孙处长能给我们提供一份贵方高级将领近期的行程名单，以便追查波田的可疑踪迹。报告，进来。见过苏处长了？都什么时候了，还跟咱们玩心眼呢？怎么回事？孙健他不相信我们，对我们的诚意他只是敷衍。不要管他，记住了，抗日不光是他国民党一家的事儿，不管他们态度如何，我们都要以大局为重。是。来，你看看这个。程宏志副参谋总长将赶赴湘西前线督战。我怀疑啊，蝙蝠计划的目标很有可能就是程宏志。先生，请问你找谁？啊，找你们小姐。请问您是？啊，麻烦您通禀一声，就说田先生想见他，他自然就会知道了。哦，您稍后。谢谢。西起残阳，泪满衣。他生莫作有情痴，
天地离。小姐，张妈，我不说了不敲门不让你进来吗？对不起，小姐，是外面有位先生找您。先生？是，他说他姓田，您知道的。小姐，你怎么又回来了？我出去还是回来，需要跟你请示吗？那哪能呢？都怪我多嘴。那我就先出去了。等等，小姐，您还有吩咐啊？请田先生在客厅等一下，我一会儿就出去见他。行，我知道了。田先生，您先喝点咖啡，小姐马上就过来。好，谢谢。请问洗手间在哪儿啊？好，出门上楼右拐，老爷书房旁边第2间就是。谢谢你啊。您客气。要是没别的事儿，我先去忙了。您请便吧。一抹夕阳，思念也被带给远方，渴望的爱情藏在心底，带起行囊，远走四方。有些时候，你我一样，
挣扎着寻找方向，渐渐触摸到世间冷暖，也不寻常，也不慌张。我想做人一定要坚强，我想人间盛开着善良，我想所有的你都快乐，我想和你微笑面对忧伤。生命旅程就是战场，别再逃避，别再失望。我想做人一定要坚强，我想人间盛开着善良，我想所有的你都快乐，我想和你微笑面对忧伤。